近日，就在我南海舰队在南海演练之时，美国空军向我舰队演习区域附近派出了一架 RC-135 大型侦察机，对我方进行了情报侦搜行为。那么 RC-135 的侦察行为是否会给我方造成困扰呢？我军又能做出哪些有效的应对措施呢？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近日，就在我南海舰队在南海演练之时，美国空军向我舰队演习区域附近派出了一架 RC-135 大型侦察机，对我方进行了情报侦搜行为。有专家对此表示， RC-135 的侦察功能非常出色，只要南海和东海有点风吹草动，美方则立即派出 RC-135 大型侦察机对我附近海域或城市进行侦察。因此 RC-135 的侦察行为给我方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当务之急就是针对 RC-135 大型侦察机的侦察行动做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大家都知道，在当前的高科技战争中，针对敌方的信息优势是非常重要的，知己知彼则百战百胜。在这一方面，美国无疑是最领先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作战中，就率先地开启了信息化战争的大门。美国率先地装备了战略侦察机及 RC-135 侦察机。伊拉克战争时，美国空军出动了 RC-135 侦察机，对伊拉克进行了全天候侦察。由于 RC-135 其出色的侦察能力，才能使美军接收到源源不断的情报来源，才让美军能有源源不断的精准信息，从而彻底赢得战争的胜利。而现在，美军 RC-135 侦察机时常沿着我国沿海周边的地域进行偷偷摸摸的侦察行为。RC-135 被美军视为除去军用侦察卫星之后最重要的侦察装备。服役至今发展的多个型号，从 A 到最新型的 X 型。美国常常派遣侦察我方的 RC-135， 则是可以侦察弹道导弹的 W 型。当然，不光如此， RC-135 则可以进行电子监听和雷达探测等情报的侦察。近日在南海发现的 RC-135 侦察机版本是 RC-135VW 型，也称为 AirSeeker。AirSeeker 是基础平台的高级版本，它配备了最先进的传感器套件，能够跟踪和识别地理定位信号。它的机身上装备了大量的电子侦察天线和电子侦察设备和大功率雷达系统。RC-135VW 可以监听800公里范围内的一切电子信号，因此 RC-135VW 可飞抵离我领土领海很远的地方，就能够监听我方的动向。我方的各种电台信号，包括雷达信号的数据，都能被 RC-135VW 轻松获取，而我方无法击落 RC-135VW， 因为它在国际空域，因此没有被击落的风险。所以 RC-135 除了装备一些电子干扰系统和热诱弹外，并未有其他武器系统。RC-135VW 型飞机配备了一个全数字化玻璃驾驶舱，载有30名机组人员，他们来自不同领域，包括3名负责飞行任务的机组成员，还有数名的人员的电子战小组、数据联络员、情报官、信息整合军官、语言处理专家等人，可以说是一个分工明确的庞大空中监视单位。RC-135VW 型的机载光电传感器可以追踪电磁频谱内的地理定位信号，并通过安全的卫星通信数据链路将捕获的数据传输给专业操作员，从而支持情报行动。RC-135VW 型是喷气式4发大型飞机，其最大的空速为870公里每小时，最大航程为6500公里和12000米。在军事行动中， AirSeeker 可以整理有关各种信号发射器，例如雷达的类型和位置的信息，以帮助最终美军构建电子战，详细说明敌方防空、指挥和控制等关键数据。不仅如此，它还具有拦截和监控大范围内的通信聊天的能力，并可以将关键信息直接传递给地面上的友军。
因此，综合 RC-135其强大的侦察、电子战、监听等功能来看，此飞机的确可以说是样样精通，因此对于我军和国家安全都是一个不小的威胁。我陆海空军进行演习时发射导弹的数据、信号、无线电通讯或者是飞机其他重要系统的资料讯号都能被其轻松获取。为了应对 RC-135对我们的侦察，有专家给出了反制的办法。一、干扰侦察。我方自己也有类似的电子侦察机，如西飞的 Y9 大型侦察机，可以采取狭路相逢的方式逼近 RC-135，对其实施电磁干扰，从而破坏 RC-135正在实施的侦察行动。二、战斗机干扰。派遣歼16型战斗机对 RC-135实行近距离的伴随监视飞行，只要 RC-135一出现，马上伴随监视飞行。如果 RC-135有过分的举动，则立即打开火控雷达照射目标，迫使其撤离，或者可以做一些近距离滚筒机动驱赶 RC-135。因此，虽然 RC-135的性能很强，但是我们仍然有数种手段破坏它的侦察行动。